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美国空军撤走驻冲绳的 F-15，这是被歼20和东风快递赶跑了。美国空军在10月28号宣布，从11月份开始，原本驻扎在冲绳加索纳基地的2个 F-15战斗机中队将撤回本土。这样一来，美军在东亚方向就没有常驻的 F-15部队了，空中截击和制空作战能力大大的削弱。美国的很多专业人士对美国空军的这个举动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意志非常坚定，为此甚至不惜一战。而且解放军的实力现在是越来越强，在东海上空对美国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不是说去加强冲绳驻军的力量，反而把这2个重型战斗机中队全都撤走了，这不是在向中国示弱吗？被撤走的这2个 F-15中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常驻加索纳，是美国空军在亚洲地区进行武力干涉的主力。他们装备了 F-15CD 战斗机，经过多轮升级改进，如今依然保持着不错的战斗力。F-15挂载了 AIM-120空导弹，对我们解放军的第3代战斗机以及我们的轰6轰炸机威胁都很大。F-15在面对解放军歼11系列的时候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空战能力的。美国空军不仅把这2个中队撤回，还没有安排后续的力量进驻，这就让人很是费解。国外的军事评论人员指出在这样的战略要点，空军主力部队的轮换模式应该是脚尖接脚跟，是不能留下任何一点点空隙的。那美国空军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说这2个 F-15中队马上就要换成新改进的 F-15EX 型战斗机。 F-15EX 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主动电扫描相控阵雷达，能够携带20多枚空对空导弹，远程截击能力是相当出色。美国空军原本打算购买140架，但是 F-15EX 的价格和 F-35差不多，又不具备任何隐身能力，空军就只好把它的采购量从140架砍到80架，少了60架，也就是少了2个半中队。但是这个编制缺口也不应该出现在冲绳加索纳呀。按照正常的逻辑，东海当面的解放军空军装备了为数不少的歼20战斗机，美军应该把 F-22战斗机部署过来，形成均衡对抗能力。但是目前美军能够飞的 F-22数量已经很少了，还需要兼顾欧洲方向的需求。如果部署在加索纳基地，将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程弹道导弹的直接打击之下， F-22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在雷达显示器上是隐身的，但是当它降落到加索纳基地的地面，在停机坪或者是滑行道上，它是无法隐身的。只要美军不能压制解放军的导弹部队，那无论是在冲绳部署什么型号的战斗机部队，甚至是部署研制中的第5代战斗机，也无济于事。所以美军的这次部署调整可以看作是在解放军技术优势和火力优势之下被迫进行的一次退却。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美军打算放弃在中国东海当面部署战斗机了。按照美军的说法，今后将轮替战斗机部队周期性的进驻冲绳。在冲绳东北方向日本本土战斗机部署条件要比冲绳好得多，美军完全可以把日本本土当作主要部署的位置，让多支战斗机部队定期轮换进驻冲绳，依然能够保证东海方向的作战兵力。所以对冲绳的侦察监视和火力打击准备依然是不能放松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